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直播频道。今天是2025年3月4号，欢迎来到直播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只有半个小时，那么是从美东时间现在是11点半到美东时间12点。今天这个市场，或者说最近这一周吧，从6147下来之后，这个市场这个波动是，如果说你每天都在这个观察这个市场的话，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学了技术分析有波动，就按照节奏来就好了。其实并不怕波动，就怕这个你追涨杀跌，对吧？涨了你去追它，跌了你害怕你就割肉，那这就完了。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在等待其他朋友来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标普指数马上要踩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就是这个200周均线，对吧？200天均线的这个200天均线，从这个下面一直上来之后就没有被踩过。我们看这个裸 K， 这里是跌破过200K， 这是在这个2024年的，应该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跌破过，也就是这一大波的起涨点。这个4103这个位置是这一大波的起涨点。直播间的朋友，有朋友可以提问，可以问一下你们观看的股票，你们关注的股票。我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个指数，这个200天均线，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裸 K， 这里是之前是跌破过200天，然后一直就没有被跌破过200天。你看这里是尝试过跌破120天，但是没有跌破200天，所以现在是这一波以来第一次踩到了200天上，或者说非常非常接近200天。200天这个均线啊，好多在欧美的这个交易员非常喜欢看这个200天，也是一个这个算是年线吧。一般国内的话，中国那边喜欢用250天，都差不多，对吧？都是差不多，都是平均线。所以说，200天的话就很快要踩到200天，这里肯定是要弹一下的，因为我之前在讲，一直这个5773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要观察它。跌破5773之后，那么这个整个就变相了。现在就是要看6147的一个回落，这个回落有多深不知道。现在就是6147，这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大顶了，对吧？因为它在各个周期上都已经体现出来。那么这里肯定会弹一次，弹一次之后，这是你那个逃命的机会了。你可以这个在指数上，比如说它反弹到某一个很弱的位置，5891，甚至到0.5的话，5940，这个位置一定要卖，因为这个位置会给到一个日线的一个大二卖。这个位置你要不卖的话，可能后面是一个快速杀下来，就是那种跳空缺口的那种，可能想跑都跑不了。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踩到200天之后弹一次，先减仓，对吧？先弹一次之后看情况。如果说能够，它如果说这样走也可以，但是更大可能性就是弹一个很弱的，然后再快速下杀，相当于一个确认这个前面这个高点。所以说现在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看有人在观看，但是没有人提问呐，是听不到我说话呢，还是怎样？如果说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对吧？可以关于你们把这个英文名字或者说这个代码打上来就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分析更多的那个你们关心的。那么我可以简单再说一下这个指数的这一段为什么跌这么快。跌这么快原因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在它的小周期上，1小时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中枢，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前面这里我们把它直接画成一笔，这个重要的位置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6147之后，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等比例的位置，从6147下来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看到没有？5747这个位置非常关键。5747如果说不能够收回来的话，不能够弹一次的话，如果说直接跌破5747，那么这段就不背驰了。这段如果不背驰呢，下面就深了，那可能要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大 B 中枢，这里是大 A， 这里做一个大 B， 然后可能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6147的日线下跌，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5747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原因，因为它决定了这一波下跌是不是能够背驰。它如果说不背驰的话，当然可以继续跌了。所以说5747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继续往下走的话，那你就要非常谨慎的。如果说想做多的话，就要非常谨慎。如果说能弹回来，那就看它反向测一下这个。反向测一下这个反弹的位置，就是从5986，你可以测一下它反弹的位置，比如说弹到5829啊，或者弹到这些位置，都回不到这个大 A 中枢，还是三卖，它还要再踩一次，出现要么给一个2买，要么给一个盘整背驰之后，才有可能仓位更多一点往里进。所以现在指数的话就，这个观察我们刚才说那个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朋友问的 QQQ， QQ 的话应该跟指数差不多，你看是不是跟指数差不多？它也是踩到了这个200天，它比这个指数已经更深一点，因为它是全是科技股嘛。因为这一波，这个科技大公司，尤其这个七姐妹带领的，这个非常深，所以说它已经跌破了200天，今天得收回来，不收回来的话，往下走，那下面就是深渊了。但是这里肯定要挣扎一下的，这个200天嘛，是一个大的长期均线，那么想要突破200天的话，跌破200天，这里肯定要挣扎一下，所以说千万不要那个去割肉，就这个盲目割肉的话，就非常的那什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QQQ 的内部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标普的话是不是很类似？这里也是，你看它也是做了一个中枢，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也是一样，这个离开段啊明显比进入段短。我们目测也能知道，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它是没到那个等比例，等比例在481呢，所以说它现在因为它调整的早，大科技调整的早，它更容易背驰，它更容易弹一次，所以说这个位置可以尝试的做小周期的。那么看一下这段的这个更小周期的，我看一下15分钟上。15分钟上的话是一个123，这个3明显走的比较远。那么5分钟上，它其实跟那个指数一样，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完美，没有调整的两中枢，就是说它从这个513下来呀，在5分钟上没出现2个中枢，出现2中枢之后才可能下跌结束。所以说现在就看它现在在做这个第2个中枢嘛，你看，对吧？做第2个中枢之后，它可能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这个513这一波下跌。也就是说，1小时上这一笔可能再打一个小低点，才有可能结束。那么结束之后会给到一次反弹，那反弹跟刚才一样，看看这几个关键的位置是不是会出现一个三卖，三卖之后再看。最好的是拉回到中枢里面来，但是目前看不知道，看它能不能拉回去吧。拉回去的话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拉不回去的话就是三卖，所以说你就自己跟踪一下。然后再看这个 Domin 朋友问比特币，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这个就是这波的大涨大跌，应该是非常的凶狠。如果说你用那个期权交易的话，肯定是来回几次爆仓了。但是
有波动，你只要能掌握节奏的话，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尤其你再控制好你的仓位。那我们之前我应该在周末给会员朋友们讲这个复盘的时候说过它的结构，我这里就简单说一下日线上的结构。日线上从这个109358这里下跌的话是一个3段，为什么在这里停顿了呢？这也是一样，我当时分析的时候也是比较过这3段的一个力度。81337看到没有？81337刚好是这个第3段下跌的，跟前面的第一段的比例相等的位置，然后给你做了一个空头陷阱78167，这绝对是一个空头陷阱之后强势快速拉回来，然后又配合特朗普在周末发的那个推文，造成了这个，对吧？这绝对是计划好的，这都是，这个，你不要看这个好像说挺玄乎的，技术上为什么出现了这个位置之后，特朗普才发文章呢？这都是计划好的呀，这都是大机构和这帮通过这个有内部消息的这帮人已经提前埋伏好了，在这个位置，这都是计划好的。说白了，所以说只要你不需要知道这些的话，你也不应该去割肉啊，对吧？假如我们说，在特朗普没有发他的推文之前，这个位置就知道了呀。特朗普发推文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一天发的，但是在没到这一天之前，我们就知道了81337这个位置，那你肯定不会割肉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也是在200天这个位置，所以说不论他有没有推文只是造成了这个后面的这些追涨的这些人上来，他这个反转不因为你有没有推文。所以说这是先有技术，先有图形，你会发现那个消息会跟着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很多时候是图形位置到了，然后推文就来了，对吧？所以说对我们散户来说，我们得不到那些这个内部消息，那我们就根据图形来啊，对吧？我们根据图形来，这个位置我也不会割肉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只要78167不能够被打掉的话，这里就能够反弹一笔。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底分型之后，又被这个回戳下来，只要78167就是防守位。其实，如果说这个位置被跌破，那就说明这个3没背驰，也就是说这3段1、2、3段没有背驰，第3段没背驰，它可以来个4搞5，具体怎么走不知道，对吧？所以说现在就看78167能不能够守住。因为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从49000这个起涨点，49000这个位置是月线上的起涨一笔，月线上起涨一笔的话，现在周线上是一笔上一笔下，就相当于一个回撤这个49050这个位置，然后又有关键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在这里，对吧？之前也是踩到了0.5，所以说最好是能够在0.5，如果说真要再往下沉一沉的话，最好在这2个位置之间停得住，撑得住。真要砸回到这个月线大中枢里面的话，那就难看了，就是说弱了，偏弱了。因为在月线上这有一个大中枢，月线上这个大中枢如果说砸回来到690 69000吧，如果说回到69000以下的话，就非常弱了。那因为这里如果说不能回来的话，它次级别是有个3买的，对吧？如果回到69000的话，就很弱了，相当于在月线做大中枢震荡。那就可能耗时就更长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但是因为好像说是3月7号，特朗普要搞一个什么跟虚拟币相关的一个发布会，还是怎样，看吧。所以说，首先就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追涨杀跌，对吧？你不要说到了这个位置去割肉，那就错上加错。所以说，再就是不要玩这个。有能力当然可以了，你去搞那些期权那些，或者说那个合约的。但是没有能力的话，你就玩 ETF 就好了。所以说，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构。再看，Hyper 朋友问，我刚才误删了你一条信息啊，误删了一条信息。Hyper 问，特斯拉的日线没有中枢，一定要跌到日线中枢才完美吗？我们看一下他问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特斯拉确实是这波调整的非常的，怎么说呢？特别的流畅吧，就是说它跌的没有反抗，
它在尤其是日线上这波跌的是没有反抗的。那么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把这些点位都给清掉，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周线上，首先它已经碰到了从138.8这个起涨点的话，它已经碰到了这个前面这个高点271，就是偏弱了。然后呢，它在月线上这一笔是不够比，现在月线上这从最高点回撤不够比，就是说138.8这个位置还不能说它结束。138.8的上涨，你不能说它结束，因为这里可以构成一个周线大中枢之后再往上走，对吧？之前我们判断是它在没有接触到271之前是可以形成一个浪形的，是一个1、2、3、4，然后来个5，对吧？现在是因为碰到了这个271了，这里就有中枢了。然后这个在周线上的话，这里也是马上快接近这个200周和这个120周均线，对吧？但是一直没有出现周的底分型，对吧？在这种下跌非常连贯或者流畅的这个图形的时候，你要等待大周期上出现明显的回拉的时候才能往里进，就这个时候你要抬高周期。如果说你要做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周期拉高。周期拉高的好处就是你在没有大周期出现变化的时候，你就不会往里进场，你就不会买的很早。这就是488跌到这个261。那么在日线上，周线上它是一笔呀，日线上现在看周期是日线1、2、3、4、5。虽然说是在第5段第5浪，但是没有人知道第5浪能走多远，晓得吧？它完全可以是一种阴跌的状态，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做的话，它昨天其实是出现过一个可以尝试的，但是呢，我们用的是双触发。什么叫双触发？就是首先要有底分型，底分型出现之后，要看它的内部要有背驰，你才能往里进。我们现在看一下，就类似一个复盘的状态，看一下这个段当时内部有没有出现背驰。先看1小时，也就是它的次级别。那么当时从这个价格360几附近，然后跌到这个位置，对吧？这是我们在日线上高量那段，在1小时上没有反弹，在1小时上没有任何的反弹，这里的勉强算一个，但是的话它是不够的，对吧？你看它这里，如果说你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我们看一下，它勉强算是一次。这个高点在354.95、355。354.72不够，这里不够一笔反弹，不够，所以说在1小时上没有背驰啊，它是一笔，我们需要3笔，最少要3笔背驰的时候，你才能触发你的双触发进场。所以说，在这个当下的昨天的这个位置，你虽然说有底分型了，但是它的内部没有背驰，你是不能进的，因为双触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的那个精度提高。你这个精度提高的是尽可能的抓到这个拐点的位置，对吧？那么同样的，前面这里为什么它有反弹？我们看一下，用复盘的方式，前面这段我其实在这个日线上已经画出来，这有2个小中枢了，这是其实1小时上的中枢，对吧？它内部是一个带中枢下来是有抵抗的，那么这段它的内部没有抵抗，说明多头没有抵抗，或者说多空的达到了共识。下跌的时候多空有共识，说明它的那个结构就非常流畅。所以说你要想进的话，一样，先有底分型，再看它的内部。现在是里面算是有点抵抗了，因为现在是3段了，看到没有？现在1小时上是已经有1、2、3了。那么这里如果说你想那个做小周期，做一下这笔反弹的话也没有问题。你要能够控制1小时这个周期的这个震荡的话，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做这段的操作，对吧？先看它一笔反弹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低点273.6，如果说连273.6都碰不到，也成反弹成一笔的话，就1小时这个周期就赶紧跑，因为它要一个1、2、3、4、5。如果说能够碰到237.6，那就看它这个力度，最强的当然是直接突破前面这个高点303，对吧？突破303，然后甚至碰一下这个120小时，然后给一个回撤，相当于这里有一个类中枢，不回来23买重合上去，这是最强的。那么如果相对弱的话，那这里就可以构成一个中枢，构成中枢之后可以再打低点，甚至是给你一个2买也行，给你2买之后再上去，对吧？至于怎么操作，那你就得跟了，你就要去
先看这段定义好要做哪段，定义好你要交易的周期，定义好你要得到的一个什么一个状况，然后以261.84作为你的防守位，止损的话就放在它下面一点就可以了，放在比如260，对吧？就不要离得太近。所以说，特斯拉的话，它现在只能做小周期的，大周期没有任何进场的一个条件。再看一下，还有10分钟，看一下 HLY 朋友问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也是，英伟达比那个因为我手里是有的，但是我的成本是很低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这个，英伟达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它是我们以153.3这里作为一个起跌点的话，因为153.3是最高价格嘛，我们现在就以153.3作为一个起跌点。那么这是进入段一笔反弹，两笔反弹，然后那个出现离开。然后这个143.4的话，我在我的解盘中或者在周末复盘中是提及过多次，在我的频道里面你可以去搜，我多次提到过这个位置，就是在它反弹这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能到这个位置，就是它是两个高点连线，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是不难抓的。但是现在它又出现了离开之后，又打了一个低点，再次跌破了前面的113.01，跌破之后，它在周线上是成一笔的，现在周线上是成笔了。你现在就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现在目测的话，这个离开段是长，是这个空间是大的，对吧？是没有背驰的。你先比较一下进入段和离开段，对吧？等比例在119.82。现在已经在199.82之下，说明这个离开段是没背驰的，这也是体现在它的这个 MACD 上，这个已经下杀到0轴以下了，而且张口张得越来越大。它为什么出现反弹呢？是因为它的内部，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从143这段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它的内部其实是相对已经是有抵抗了。我们看一下1小时的这个结构，1小时这里是有中枢了，但是呢这个你发现这个中枢是非常窄的一个，就中枢的区间非常窄，说明这个稍微一个反弹，然后就开始立刻掉头，对吧？中枢越窄，说明这个空头的这个上升的动能越低呀。但是在1小时上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停顿呢？是因为它1小时上是有背驰了。我们看一下，比较一下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我现在是比较的1小时上最后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为什么这个里是出现了反弹？看，等比例在108.08，现在是没到108.08，出现底分型反弹了。所以说，这里这一笔就看它这个反弹的位置，反弹的位置，你如果说能做这个的话，它出现了底分型之后，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样双出发，对吧？要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做这笔反弹。这笔反弹能到哪呢？不知道啊，那你就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的反弹的这些位置，看能到哪些位置。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如果说最强势当然是能够突破0.618了，也就是强势突破120，才可能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3脉，回到这些位置都是3脉，都是1小时上的3脉，你还得卖，因为它还要再下来一次。再下来一次可以再次打破前面的110.1这个位置，或者说不打破的话，给到一个2买也可以给你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弹这一笔，然后我们再回到日线上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也就是说这一段现在其实就是在这个小周期上，在这个生长这一段，那么大周期上的话，如果说能够给到一个大的反弹。如果说能够拉回到这个120天120这个价格之上的话，但是回不到上面这个中枢是日线的大3买，那你还要卖，就是说它可以一点点生长出来，它可以通过在5分钟上一点点生长到1小时上，1小时上慢慢生长到日线上，对吧？这样的话，它就会告诉你这个针对这个中枢的位置，那你就要从143这个位置去测这个可能的出现的反弹结束的位置，对吧？它可以是只弹到这个122.84也可以，任何都可以，只要回不到这个中枢里面都是3脉。当然可不可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当然可以了，
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那你怎么那个操作应对呢？就是仓位嘛，出现了这个5分钟出现买点了，那么就买一点，然后慢慢加。什么时候加呢？就是现在是一个5分钟上一个1、2、3段，现在这个3，我们可以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把英伟达说的稍微细一点。现在我们不是要计划做这个1小时上这一笔反弹了吗？对吧？我们把英伟达说的稍微细一点，类似一个这个盘中的一个解盘了，就是也不是盘中解盘，就是我们要跟踪这个英伟达，现在看它在小周期上，我把其他的不需要都给清掉，我把这个图形的笔给它补全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反弹这一笔。至于这一笔能不能够回到中枢，在当下这个位置你是不知道的呀，对吧？但是我是可以进的，因为1小时底分型内部有那个背驰，我为什么不可以进呢？对吧？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正好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把它说的非常细一点，然后看一下5分钟，为什么它出现了那个背驰呢？这是一个1、2、3、4、5、6。出现6之后，这个位置其实是明显的一个出现了节奏变化。我们把5分钟上给它画出来。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追进去的话，或者你没有进场的话，其实现在进是稍微有点追涨，是应该再等它弹一次。这里其实可以这样画，从这个位置反弹一次到这儿，然后你这样的话就带中枢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说一下我现在画的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一笔画出来，一种情况是这里直接画到这里，没有太大区别。我们主要要的是这个2买。其实，如果说有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有一个中枢，有一个中枢的话，就是5分钟上的一个中枢，你能够利用这个5分钟的中枢来观察。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其实这个2买你一下能抓到，因为它前面是一个1、2、3、4、5，一个5浪下来之后的一个2买，或者说1、2、3、4、5、6、7，第7浪或第7笔没出新低，这就是它的节奏的变化，对吧？之前每一次都出来一个低点，如果用那个西方的理论，他们这种分析方法叫什么？就是higher low，higher low，higher high， 对吧？如果说你了解西方的他们这种，就是高点出现了新的高点，低点没有出现新的低点，这就是节奏变化。这就打掉了前面的这里一直是没有出现，每一次都出现了这个低点，只要是按照前面的这个节奏来的话，因为它这里是因为开盘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争夺，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中枢，或者不画成。那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怎么看呢？那么从这个最低点我们把它断开，现在就跟踪5分钟，我们现在就跟踪5分钟，最后这几分钟时间。那么明显3没背驰啊，对吧？明显3现在是走的非常急，我们看一下现在3的这个位置应该快到 1.618 了的，对吧？已经突破了等比例了，在5分钟上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现在这3段没背驰，第3段它完全可以冲到 1.618， 也就是或者说是120均线，在5分钟上的120均线也可以，大概是在 116.5 附近吧。如果说到了这个附近冲不上去的话，但现在张口张得很大，就是5分钟上短周期上是非常有力度的，冲的非常猛，应该是大家开始补仓也好，或者说发现回来了割肉那些开始往里追，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就看它往哪走。如果说到了这个116附近，然后给到一个顶分型，你这个时候可以出现顶分型就卖，因为它的周期非常小，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观察低周期的话也没有问题呀，对吧？你这样的话，这个有可能它也可以出现一个中继的顶分型之后再往上冲一冲，比如说冲到200均线也可以，比如说冲到118，但是呢，因为它的节奏级别非常小，你只能做日内，你看它又缩回来了，对吧？所以说你一旦手慢一点的话，就会损失到很多利润。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宁可卖早也不要卖晚，就是这种，尤其你在做日内或者小周期交易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这个小周期之所以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需要有非常严格的进场和出场的一个纪律。你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犹豫的话，你是做不了小周期的。小周期是非常难的。所以说，针对英伟达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够上去，给到一次回撤，相当于一个1、2、3、4，然后再来个5之后，那这样的话，1小时上这笔反弹就差不多了。1小时反弹差不多之后，你看看是不是用这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黄金分割那个位置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位置，然后就赶紧先出来，因为
不是说我们再回到5分钟上，不是说它必须要有带中枢，它可以是一个5浪就结束这波下跌，直接走反向。在小周期上千万不要去等什么我必须要有中枢我才能结束，不是的，它不需要带中枢也能结束这波上涨。所以说你发现已经有5浪了，就基本上这波就差不多了，在小周期的时候。好的，那么呢，我们刚才利用几分钟时间把英伟达说的稍微细一点，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点，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只有半小时，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周4再见。